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青年作家文吉儿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你是不知道，我要不是二婚，我早和他离了。哎，我和他结婚之后，给他生儿育女的，本来以为看着他挺老实的一个人，没想到他一直在外面沾花惹草，对我一点也不忠诚。要不是现在孩子还小啊，我早就不和他过了，跟他过过沟的。什么叫一直沾花惹草？我不是早就改了吗？为什么还总翻旧账呢？现在的日子他为啥就不满足呢？我认为他现在就是嫌弃我了，而且他也不老实啊。他就是贼喊捉贼，我和他结婚这一年，我做了多少次了？而且现在有啥好满足的？家里酱油瓶倒了他都不服啊，啥他都不管。既然改变不了他，那我就改变自己，我不过了还不行吗？今天谈不拢就离吧。我已经很努力在工作了，他就是嫌弃我这嫌弃我那，回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为啥好好的日子就不往好过呢？还上这儿来了。硝烟弥漫的婚姻，来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金先生来自辽宁，31岁待嫁；女嘉宾高女士33岁来自辽宁，家庭主妇。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就是要来谈判的是吧？对。小片里说，只要谈不拢，我就跟他离了。对。为啥呀？太受够了。就是这些年我跟他过这些年，一直在沾花惹草。每天都说我沾花惹草，我也不知道沾谁了，惹谁了。我怀孕4个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娘家，我记得特别清晰。我想让他给我买东西，然后给他打电话2个小时没打通。我电话了不是没电了，我给你解释没有啊？他就是这样，有一大堆，你让我继续说呀，往下说呀。你说。然后我不就是两个小时没打通嘛电话呀，然后我就不打了。晚上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是不经意的看见他手机了，就跟别的就是女生聊天，然后发一些小图片了。然后更可气的还有就是转账的红包，就比如520了、1314了，你说这正常吗？这正常吗？正常啊，同事之间很正常啊。520、1314正常吗？这个520这个数字我比较喜欢的。再说其实不是520，是52.0。那有啥区别吗？大伙都知道啥意思吧？啥意思啊？那就正常一个数字，我喜欢这个数字啊。行，那为啥要给女同事发红包呢？平时我们就这么闹玩开玩笑，比如说今天上班打赌什么输了，就发个小红包呗。哦，这事儿反正你认定是沾花惹草，是吧？我肯定是。他认定是稀疏平常。对。好，搁在这儿，接着说。然后就是我就回去就没有工作了嘛，后来我就开始就在家就是喂孩子纯哺乳，然后我不是二婚带个女儿过来嘛，然后当时我那大女儿6岁，应该是7个多月的时候，晚上吧，我带着我的2个女儿在大屋，她在那屋。然后我去卫生间的时候，路过我一看呢，他那个手机还在那个枕头边上正放着，那样的话对自己脑袋也不好啊。然后我就把他手机打开的时候，反弹的页面又是他跟别的女的聊天，不是那个女的了，是另一个人。聊的是什么？我找你来了，还有1个红绿灯就到了，马上就通港了，还有5分钟。然后吃啥？我给你买的啥了啊？我今天好累呀。然后又给人买的吃的，买的零食，给人拿过去了，大概就这意思。3天。他全部都跟这个女的，就是下班就去找他，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厨师嘛，2点到4点午休，2点准时去，4点准时回来，俩人在一起聊的都是一些就是这种花花草草的事儿，我都不稀得说你太磕碜这样啊，到我这儿啊。到你这儿了吗？不是，你解释呀！我解释，我跟他解释很多遍了啊。他看见我见面了，我根本没见面，就聊天，怎么了？哎，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搞笑？你发的你俩的聊天，你俩的记录足以证明你俩在一起了，但只是我们不知道你在一起的画面是啥，好不好？怎么在一起？你说还有5分钟就到了，你出来吧，你下楼吧，亲爱的，下楼。我什么时候就叫亲爱的了？我就只不过说是我亲您下楼。我大脑不好使，我没有。我当时我没给你截屏，如果我截屏就好了，知道吧？你截屏有什么用啊？这根本就没有那个爱着。再说我们就见个面也没干什么，他在他家里都变成咋地了，知道吧？不是，到底见没见面？见过。刚才你说没见面，不是3天，他不是说3天都见了吗？行，就是你发现了这些事儿之后，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吗？比如说，算了，这个男人我就不要了，我们就分开。我非常想不要了，当时我就把他怼醒了，我说你看看吧，
然后他就醒了，醒了之后他就说啊，这不怪你吗？啊，你这些年嫌弃我啊，我不得找个人倾诉吗？再说了，我俩咋的了？我只是聊聊天，我聊天不行吗？反过来把他在婚内就是出现这些花花草草的事儿，还推卸给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我应该他回家了之后，我就给他泡洗脚水；回家了之后，我就给他温暖，我拥抱一下。你今天太辛苦了，对我夸夸说。然后我当时非常伤心，我就觉得我不可能跟他过了，因为我30岁，我父亲就去世了，然后我妈自己把我带大。我已经离过1次婚了，我不希望我再离婚，因为我的大女儿跟着我，肯定她不能像亲生父亲那样对待呀，她也总嫌弃我闺女这的那的。我没嫌弃。所以说我不想再离婚，但是没有办法了，我把他妈、他大姑的2个儿子，然后我都老姨舅来了。家族总动员。对他妈进来的时候，我还记得特清楚。我说你看啊，这是你儿子的聊天。完，当时他妈跟我说，去，别让我看。再说了，我说句话你别不耐听。如果说啊，你要是好样的，我儿子也不至于这样。不是，这是当时我妈这么说，后期我妈给没给你道歉？道歉有用吗？道歉你同意没有啊？那我现在往你身上啪一下泼盆水，我说对不起，问你就说没关系呗。不是道歉，当时你同意没有？你不吵，这个事儿还没解决呢。反正我就是太无能了。然后当时吧，我还是怀孕呢。40来天，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呀，然后我就把孩子扔下了，我一气之下呢就跟我朋友去出去玩了。但是一到黑天了，我就担心，因为这个孩子我没扔过，而且他妈和他根本就没带过1天孩子，我当时太惦记孩子了。完我又回去了，完一点一点的，他妈又给我道歉了，然后他又跟我说啥地来了，说你那从此以后不地了，完我就又心软了。行，这不就和好了吗？总翻旧账，就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吧，还翻，以后就再没这些事儿了，是吧？对。好，那咱就不翻了。他还贼喊做贼，他之前跟一个男孩视频1个小时。不是你这玩意儿，你上，哎，就这玩意儿，我把图片我都带了，不信让老师们看看。你没证据，你有证据。我有证据，来看看。哎，你是不是有病啊？这是不是你跟人视频1个小时18分钟？是啊，这能证明啥？你告诉我。这能证明啥？证明当时我问你这个人是谁，你是怎么说的啊？你说这个人是我哪个女同事？其实这个人是你那个女同事吗？这怎么解？你跟别人那种暧昧的聊天，又转账发红包，我都没有给你拿这上说了。完，你这个你拿这儿说了，哎，你真是有意思，有病吧？你妈。这个1小时18分钟02秒，我们处这么多年，就在一起这么多年，跟我发10分钟视频，那是因为你特别极端，你自己咱也不知道吗？你跟我当着孩子面，孩子都给你趴下了，你还在那跟我吵呢。你跟我发10分钟视频，你都嫌烦，你跟人家发1小时18分钟02秒，然后还解释不清。我跟没跟你说，因为我要说这个人是个男人，你就会生气，然后你就会把我想象成是你那样的人，然后你就会特别极端的跟我这的那的，把门锁上不让我出去这那的。当时我有点是害怕你了，包括现在我都不想跟你沟通，知道吧？行，不喊。这个人就是一个，我想就是因为孩子今年上那个小幼儿园了嘛，他自己也挺辛苦，现在他跑代驾呢，挣不几个钱，我家还有房贷，然后我合计挣点小钱，然后我们在一起的就是宝爸知道吧，就给我推荐的一个睫毛厂，然后我俩就是语音就是聊天，聊他教我怎么做怎么咋地的，然后他就问我这人谁呀，然后我就说一个宝妈，就女的，就是因为我把宝爸说成了宝妈，然后他就来气了，然后就可去调查为啥我要隐瞒这个事儿，我是不想给人家造成麻烦。行，说完了吗？我可以说2句，主持人啊，可以。你为什么非要加宝爸的微信？为什么不可以加宝妈呢？对吧？我也出去带孩子下过楼，我为什么没加个宝妈？我不像你想的那么龌龊，你别自己是啥人推荐给别人好不好？不吵。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婚姻内，彼此都不太信任对方，沾花惹草这点事儿，咱就放到这儿了。还有什么你想跟他离婚的理由？跟他离婚的理由？对，就是他们一大家子都不把我后来娶到他家，为他生儿育女，给他洗衣做饭，当人。这个字面的意思理解了啊，但背后的事儿还不太了解。怎么说呢？去年冬天12月份的时候，我得了一个病，非常严重，在我们当地的小县城呢，说呢必须得去大城市，因为有可能就保不住子宫。然后我俩去的时候，当时因为我俩没有钱。就1万多块钱，下午1点半做手术的时候，大夫说马上要续2万块钱，那个手术费，然后我没有钱呢，大眼瞪小眼，我说你给你妈打电话吧，因为他没寻思我能听那么清楚，再说他也没想他爸会怎么说，他爸当时说的啊，为啥让咱家花钱呢？这挺寒心的啊。对我心特别凉。来说说看，当时什么情况？是这情况吗？情况吧，不是这个情况。你跟我说，主持人。我上这湖边造谣来了。你让我说行吗？首先。他把什么事情都想得这么严重，就什么病他能需要摘除子宫啊？
就这个病，他再严重他也不需要摘除子宫，在他眼里就是需要摘除子宫。我有一天我躺平了，你知道，我完事儿了。现在这个对于你来说最严重，剩下别的其他都是小事儿。现在你摘知道了吧？现在您摘除子宫了吗？就像我生孩子，我生完了，我躺那干了，你就坐我边上能打游戏，你就认为所有人都应该生孩子。再说你还跟别人生过呀？不，咱先把这件事儿说清楚，再扯其他的。当时吧，我确实是给我父亲打个电话，然后我爸说那不够怎么整？我也没有，因为我也农村的，他说我也没有啊。他说你这么的吧，他说找你表哥借，你表哥，我更来气，你表哥给我拿多少钱？5000。我就拿5000，再要2万，你给我拿5000，剩15000，我再跟别人去说呗。当时他对呀，我确实是跟别人说的。当时我跟我小妹儿刚买完车，又刚开了个店儿，二话没说给他发个信息，马上给我转过来了。这就是我家人。也许家里面就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拿不出来这钱的话，你小弟再过3个月就马上交学费，交4万多都能拿出来，这是救我命的钱，你不能先缓和一下吗？再说我进去之后我出来不是好人吗？我不可以还你吗？再说我是你儿媳妇儿，我没有她我能得这个事儿吗？您要这么吵啊，还真不知道怎么回您这嘴了。哎呀，这个情绪我都非常忍着了，就在家我俩根本就是，但是他特别会装人，你看他装的多沉稳呢。他平时跟我说话都是这样。行，人家刚才自己也说了，人家现在还忍着呢，你心里是不是也有很多委屈？我咋没有委屈啊？我太有委屈了。你可以说到我这上啊，6年吧，我帮他带了6年，他那个孩子，他当初。哎，你俩这么不要脸，你咋帮我带我闺女用？你干啥了？你告诉我。不让我说话。我说问你我闺女用你干啥了？再说了，没有他我还不跟你呢。就是在你家住一个，就你养条狗也得给他个地方。不是，我当初跟你处男女朋友那时候，你跟我说你有这个事儿了吗？你说了吗？我骗婚呗。对呀，你没人说你骗婚。咱俩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是我同学，我发小，我俩从小到大认识的。他能不知道我是二婚吗？再说了，咱俩那个时候的关系还不确定，咱俩是不是相处2个月之内你不知道？2个月之后你是不是知道了？你知道了，是不是你愿意？我愿意是愿意。我是上你家，我跟你结完婚了，我生完孩子，我才说我有这闺女的吗？你能让人说话吗？他说的话我生气，就是有点伪造事实。我没有，人都没说完，怎么就伪造事实呢？他说帮我养孩子，没用他养。有没有这6年生活在一起啊？在一起呀，那不就是了呀？有没有付出情感呀？当时我愿意肯定是愿意的，但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孩子啊不归我，就是抚养权在男方那边。我说那行，那我可以接受。他说咱们也不需要带他什么的，谁知道我跟他在一起，结完婚之后一直在我这么多年，包括上学放学，就因为接他这个孩子，我的每天我都是住。那是我干厨师，那时候干厨师，我4点钟上班，我都得请假去帮他接孩子，你知道吗？他还不知足，他父亲每个月给500块钱生活费，你就想象在市区500块钱够干啥吧？你说我闺女有的，你闺女啥没有？再说了，你老说这个，他说的是事实嘛，咱别再说了。是事实啊。那就说他还是养了，他还是付出了。养了的话，以后是不是我女儿也得报答你呀？我指不上他。行，你跟大女儿关系怎么样？我们关系可以哈。这个老大和老二应该打架对吧？打架。哎呦我的妈呀，又说回来，哎呦，不是这个怎么了呢？一整就说，哎呀，你能管管你闺女吗？咋地的就偏心呗。对于老大我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问啊。他犯错误了，我也不去指，因为我怕他记咱们那个。对。然后我都让他去管，只有他在欺负我女儿的时候，我才会说2句。然后他就不乐意啊，他说你不就是偏向你闺女吗？怎么的？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吧，我每天我需要休息。你偏向你闺女也很正常，没有怎么会不偏呢？真没有，就是可以偏呀，兄弟。哎，你看看他不说那啥吗？他休息吗？他现在不跑了一个那个代驾的活吗？代驾不都是晚上出去吗？白天我只要周5晚上了，我就把俩孩子带我娘家去，然后带完娘家之后，我就是因为我不带，2个孩子吵架呀，吵架他就生气，他生气不跟我闺女发火，他对我吼啊。暑假一个假期40天，我都在我家来的，然后回来，哎，就你那邋遢样，咱说到这儿了，就你啥样你不知道吗？哎，我回来40天，一次澡没洗，厉害吧？那我一进屋啊，哪都是垃圾东西，哎呦我的天哪！他就这样是一个垃圾人，就垃圾这出我都受不了。听懂了，接着说你的委屈。在他眼里，他就认为我这个代驾特别轻松，其实并不是，代驾都是基本都是喝完酒的人，什么人都有，并且我每天都在熬夜，你知道，每天都是4、5点钟回家，
早上4、5点钟啊。然后他说我回家不做家务，你说我累一宿了，我还得挣钱，我还得回家做家务，那我要他是干啥的？那咋的？让我就是收拾卫生的呗，给你做饭的。你回来之后我说一句，哎呀你辛苦了，我给你个拥抱呗，给你泡脚水呗，然后你洗澡我再给你搓个澡呗，出来之后我再给你擦擦呗。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这些东西啊？我问一句啊，现在老二多大了4周半，上幼儿园了。对，您现在还在家里没有工作？没有。咋的？我没上1个月那个幼儿园吗？哎，对，上1个月，这么多年就上1个月班。这个事实没有争议，对吧？没有。好，我方便问一下，您第一段婚姻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那个根本就不会挣钱。那个收拾家务？那当然了，比你干净。那他不挣钱呢？你这话说的我不爱听。在挣钱上，咱不说他挣多少钱，你觉得这个男人努力吗？努力。那今天来干嘛呢？就是这些事儿啊，我太闹腾了，我导致我压抑，我跟他沟通不了，我一沟通他就极端。不是你想跟他沟通什么？我怕他。不是你这个音调我也害怕。我本来可温柔了，你是不知道。然后就是我被他这些生气给我气的，我压抑。那你为啥不走呢？就是孩子太小了，然后我已经离过1次婚了。我妈说你要再离婚我就不活了，然后地。我很好奇啊，就是说，如果说第一任丈夫是不能挣钱的话，你第2次结婚应该找一个能挣钱的呀。那我就看他挺努力的，完还是主要的是个小伙，没结过婚。然后我这性格也挺矫情的，说实话，我也不想给别人当后妈。你的性格矫情，有一点。你这个日子过得好吗？你觉得？不好。就是我每天晚上干代假回家，我一天只需要吃1顿饭，就希望吃一顿家常土豆丝儿，他都不给做，你知道吗？那你怎么吃饭啊？我天天吃外卖呀，外卖我都吃够够的了。以前他是厨师，早酒晚酒，他都是在那个饭店去吃饭，然后干这个他才做。你做了多长时间？6个多月。对，也就是说，在我俩吵架之后，就是这些气之后，我对他就是我俩就是。都就是心里有那坎儿。就这6个月他在吃外卖，对，孩子吃什么？孩子也不吃。我妈家吗？所以你现在是回妈妈家吃饭。对。你觉得他带娃辛苦吗？也挺辛苦的，挺辛苦。但他没有我辛苦啊。对，我就在等你这句话，就是后半句话。其实说白了就是双方都看不到彼此对家庭的付出嘛。啊。你还想过吗？为了孩子也是想过。别为了孩子，先为自己吧。给我做饭，心情又不好，对吧？又没得吃，对吧？真觉得委屈，考虑自己吧。如果没有闺女，这日子你还过吗？不过了。啊，行。如果没有你妈妈说你要再离婚，我就不活了，这日子你肯定是不过了，对吧？所以今天来这儿是要谈让他改变，还是要寻找一条比较适合你们俩夫妻相处的道呢？2个都有吧。2个都有。所以看到他们或者听他们在整个讲的时候，你会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老师们帮帮他们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就这位女士，你的情绪实在太不稳定了。你本事没什么本事，力气真的好大。我也是被他气的。别什么被他气的，你自己的情绪自制力差，你自己心眼那么点大，你什么事儿都当个事儿。第一段婚姻失败，为什么你不吸取教训呢？你第一段婚姻失败，你觉得那人没赚钱，那第2个就不挣钱了吗？人不要既要又要还要，你自己几斤几两自己不知道吗？到最后你只会把这些所有的负能量全部发泄到你2个小孩身上去。你今天选择把你人生所有的负能量让你的2个女儿去为你买单。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福的人一辈子都在治愈童年。你的2个女儿已经不知道未来的人生观价值观会被他毁成什么样，所以我说你俩过啥别过了，为了下一代都不要过了。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你应该去提高一下你自己，提高你的认知。人就吃这个亏，你知道吗？哪怕你是对的，哪怕这个事情真的是你在理，但是你的整个状态，你就会让别人那些能够来帮你撑腰的人离你很远。你应该真的去细心的去请教那些真的能帮助你的人，你多读点书，然后有点事儿干，然后不要把时间精力都花在这个男人身上，因为你并没有好好去带你的孩子，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你应该怎么样合理的经营一个家庭，提高自己的认知，想办法让自己回到职场去。大哥，就是我跟你讲啊，你就是边界感有问题，你不要说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它这个数字它就是有特殊含义的。
每一个男人都要赚钱养家，你知道吗？并不能因为说你赚的比他多，你比他辛苦一些，你就可以颐指气使、趾高气扬，这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你应该好好的跟你的妻子，至少你们俩去相处，从现在开始建立一个好好说话、好好做事、好好做父母的一个状态。你俩爱离，协议离婚怎么都无所谓，我就觉得说不要把小朋友祸害了就好了。谢谢。哎呀，这妻子啊，你一直在一个非常扭曲的状态下在经营自己的感情。你认为我大声的去斥责，或者我用尖锐的情绪去跟自己的爱人沟通，你就占上风了，你就在婚姻当中是一个强者了，你就不会被对方轻视了。你错了，他愿意娶你，愿意和你带着的女儿一起生活，他一定当初是很爱你的。你也说了嘛，这是个小伙子，没结过婚嘛，对吧？那你又欺负他呀，你又仗着他爱你，天天就大声的吼他呀，你根本处理不了自己的情绪，你只能通过大嗓门来掩饰自己的弱小。为什么你弟弟妹妹你一说借钱立刻都给你？他们了解你，他们知道你很弱，如果你继续用这样的状态去经营亲密关系的话，你还得离。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离不了，我孩子还小。你是离不了，他离得了。刚才他说，哎呀，我这么累了，你说咋？你还让我给你放洗脚水啊？咋就不能啊？你想让一个人爱你，不离开你，给你提供好的情绪价值，对你表示忠诚，你得先做呀。他说他和你的大女儿关系还不错，大女儿也叫他爸爸，你以为是你养的好吗？不是，他自己知道，我如果再不讨好点爸爸，再跟这个爸爸关系好点，我们娘俩被扫地出门咋活呢？你女儿都比你成熟，夫妻之间想要和睦相处，重要的是婚后我们如何去好好的爱对方，支持对方，携手往前。当然生孩子做母亲很伟大，但是你就拿这件事情就永远顶在头上，我给你生了孩子，我给你的孩子喂奶，不是你的孩子，所以你今天的不痛快都是自找。这个男人我也不是说你就哪儿做得好啊，中间休息2个小时还要去人家家，孤男寡女，咱们做男人坦诚一点，做错事儿了认错坦诚，知悔知改。我也敬你是条汉子，在这儿真的是大言不惭的说，我啥也没干呀，我不就和一个女的聊了聊天吗？这对吗？过去的事做错了我们就承认，咱就是从头开始，咱就是一家4口好好过，没有二心，累了苦了回家看看小女儿，陪她玩一会儿，看看那么懂事的大女儿，咱的苦和累不就没了吗？说2句体贴老婆的话，她在家孤孤单单带着2个娃也不容易，这日子不就过下去了吗？你难你苦，你找外边的女性聊天，那你只能更难更苦，你明白吗？所以咱们有劲儿往一起使，别有劲儿跟老公撒气，别有气儿跟外边的女的聊天儿，你们就能过到一块儿了。我相信你们最初都是因为爱，好好过日子吧，别折腾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会做错事情，做错了之后我们就看怎么去纠错。女生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但你从错误当中吸取到了什么？你心里会说我又看错了一个男人，因此你喋喋不休，而且虚张声势。但实际上呢，你在生活当中你是靠这个人的，不光你靠，你的孩子也是靠的。你没有工作，所以你一直是在一个纠结的状态当中。你得走出来呀，否则就是一个困局呀。不能说我心里怨，但腿我迈不动，我走不出这个家，我不能没有他。所以你呢，我们要心和行动要一致，否则你会很拧巴很难受。如果你真的不接受这个男人对你的那些行为，走。如果暂时走不了，我们得先去开始计划，开始行动吧，至少找一份工作吧，把精力放在对你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是盯着他吵着他，弄得你们关系是越来越剑拔弩张的，对吗？男生做错过，对吗？那我们就得认，这个家重要吗？重要。哦，外面那些花花草草只是过客吧？对，这个女人现在对你越不满，说明这个女人其实越需要你，好好过日子吧。
好不好？好，都不容易。我们只要好好的沟通，就能过踏踏实实的日子，彼此呢，才能更开心的过完自己的这一生。就这样。你们是用本能在生活的人，因为你没有解决方案。遇到任何事情之后，你除了尖叫之外，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会发现，你和他之间所有遇到的这些事儿，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应该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去制约，怎么样去规范，没有的。就你所有的反馈都是直截了当的尖叫。那么尖叫者他的适配对象是什么？我们叫沉默者，其实就是你的前夫，就是没什么本事，但是可能也会被你揉搓啊，然后在那边你对他会很不满意，但他就是沉默的。然后你们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的？我跟你讲，大女儿也会变成尖叫者。所以你现在看大女儿是不是跟他很像？是不是会吵架，会那个，会跟人斗？上学时可厉害了。小女儿会变成内耗者，你自己琢磨，有时候会偷偷哭。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未来到了8岁之后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跟人交流。这就是原生家庭。所以我看到的不是你们2个人之间的事。几位老师说的很对，现在的问题是你们的孩子怎么办？你的大女儿变成你这样，你愿意吗？她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的小女儿变得越来越内耗，未来很痛苦，在原生家庭痛苦里面走不出来，甚至有一天会抑郁，你愿意吗？但她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人一定要改变自己，你不能因为自己身上有缺点，然后站在自己身上的缺点都是你们的错，都是这个世界的错。这个世界会给你很多很多弥补你原生家庭带来问题的方法。关键是你停在那边，只会抱怨，只会在那边大喊大叫。你和你身边的人，你所有的生活都不会变好的。至于你，如果你对他但凡还有一点点感情的话，我建议你把他带到社会上面去，让他去学习一下。他哪怕稍微再提升一下认知，对于子女的教育，可以来听我的课也可以，或者让他到外面去上点学也可以。哪怕去学个技能也可以，他的性格各方面必须得到调整。你要不得到调整，你俩孩子就毁了，完完全全的毁了。至于你在外面那些花花绿绿的事情，你自己想明白，你真的受不了他，就真的跟他离婚算了，带上你的小女儿走，至少你还能救一个。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可以加一下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还有一些课，老粉陆琪老师还会送一些课。现在有很多家庭是先生一个人在外面去挣钱，这个事儿你是不能说的，你心里都不应该有这个念想。你知道为什么吗？这种念想就好像他天天抓着你曾经的沾花惹草说事儿是一样的，这都是人类的最软的东西。相爱的人怎么拿彼此最软的东西去刺激自己呢？其实我要送给你们夫妻就送一个字儿：忍。什么叫忍？因为他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社会化的，是需要接受教育的。所以这段时期你应该是忍耐忍受的帮助。能听得懂吗？听得懂。你同样需要忍，你要忍的是什么？要忍的是你心里那种无助感，不能四处发火，包容一些，这是你娶的老婆，要不然就果断一些，选择在一起，为了你女儿，你要去改变。很多人就委屈嘛，说为什么要求改变的是我？我们只能要求能量更大的人去做改变，因为你变起来更快更容易，你得拖拽着他往前走。以后不要吵，好吗？好的，谢谢两位，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大乐园，我跟你来这儿了，这几位老师说的也非常好，我希望咱俩以后能好好的，我也会去改变自己，再努力去改变自己一点。沾花惹草这个事儿在我身上已经都没有发生过了，以后这辈子也不可能会发生了，好吗？我还会努力去继续做我的工作，还会好好养你们娘仨，行吗？但是你就是家里那么邋遢，你天天就啥都指我，我肯定做不到。就是你必须得改变，你要不改变的话，咱俩
还得像现在这样。邋遢这个事儿我已经在改变了，不是吗？你看但是现在。你改变的话，也是就是，把垃圾袋儿放到那个，桌子上，你没扔过呀？那以后我就把垃圾袋拿到楼下不就可以了吗？对吧？反正就是。哎，妻子，你知道我们在下边说啥吗？说你没救了。他邋遢，你不能帮他收拾呀。他邋遢是今天邋遢呀，你嫁给他时候他不邋遢呀。还敢说这事儿呢？想好，没有那个能量你就别出来，不要逞英雄。谢谢两位，请回吧。来吧，韦老师。男出女不出，但是我觉得男孩会出，双出吧。男的不能不出来，都会出来。来，请开门。他走了，这结果你想到了吗？想到了。哦，想到了，为啥？看来还是夫妻了解啊。我感觉他吧，可能还会这样的，就是每说话大声吵，他不吵不会说话。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能量正像那个赵老师所说的，我现在能量挺满的，我感觉我还能给他们3口人幸福。行，你要愿意，你就继续这样。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得想办法。你这种对抗是没有用的，你跟他这么对抗只会激化矛盾，好吗？谢谢你啊，加油，请回。那句老话你想起来没有？傻人有傻福。就这个男人今天出来，最后那段话实际是他挺服气的。这男人说：“我能量挺满的，我还愿意带着他们娘儿仨走。我们祝那2个孩子能够在一个相对健康的好环境当中去成长。只要比今天的环境有所改善了，那么对于这2个孩子来说，都是福气吧。”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是不是男生得到的都不珍惜啊？为什么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我们之间的感情却总是不平等，也得不到他关于未来的想法和承诺？这段感情好像只有我自己在努力维持，他是不是不爱我了？爱有很多种形式，我给予的和他想要的不一样，为什么他的世界里只有我？这跟我想象的恋爱和生活完全不一样。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浪漫的人，但是现在的生活和恋爱关系使我感到非常压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恋爱会演变成这样。我知道男女之间关于恋爱的想法是有差异的，但是我们之间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他为什么不珍惜？我被分手过，被冷落过，被忽视过，被不重视，我对他的感情也在一点点的被耗尽。我不知道这么久的坚持是对的吗？更不知道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一对年轻的恋人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还该继续吗？有请这对恋人，有请。男嘉宾小王，23岁，来自甘肃，主播；女嘉宾小陈，20岁，来自福建，主播。有请两位，有请。你有多高啊？我有差不多1.9米。哎呦，好高，好高，好高！喜欢他就因为这个子？不是，不是哈。小片里说喜欢自由是吧？对。啊，觉得跟他在一起自由吗？不自由。女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该继续，对吧？我看那个小片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时间轴，那个时间轴画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从认识到每一次争吵、分手，然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啊，21年9月份相识的。对。2个月之后相恋了。3月份被断崖式的分手，谁提的分手？我提的。为啥？因为我和他是在学校里面认识的。然后因为我爸妈不继续支持我上这个学校去学这个专业了啊，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要和他保持异地了。但我觉得这样的恋爱是不长久的，所以我和他提出了分手。退学异地。对。
所以分手。对。那为什么8月份又复合了呢？5个月之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给他发消息啊，因为他太突然了，他提出的这个分手，就对我来说是在我们热恋的时候毫无征兆的提出的分手啊。然后我肯定就第一次谈个恋爱，肯定是舍不得嘛，而且这是初恋。对，而且他提的特别莫名其妙，没有任何征兆，就是上一秒还高高兴兴的在打电话在聊天，下一秒就跟我提分手了，让我一直以为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一直给他发消息，然后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算是慢慢恢复了联系。然后他跟我讲明了原因，他也知道就是说我第一次谈恋爱就可能就是太在意这些了嘛。然后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后面就可能就是感情又有点回温了，他就跟着我一块儿就是去北京嘛，我去上学，然后他在那边发展，然后我们就提出了复合。还挺有意思的，他们的爱情的花期是4个月，你看啊。8月份复合了，到同年的年底，就4个月之后再次被分手，又是你提的？啊，对。为啥？因为当时的情况呢，是我在北京的酒吧驻唱，工作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平时睡觉的时间都有点不太够了，然后他可能就是那段时间心情也不太好，就是可能需要的情感或者说情绪方面需要我陪伴的多一点。但是我那段时间说白了，觉也睡不好，饭有一顿也没一顿的，时间太不够了。反正倒是挺坦诚的，就我给不了你，我就走开嘛，是这意思吧？对，同意啦。我觉得他一点都没有在意我的感受，因为我本身就是心理状况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在经历第一次断崖式分手之后，就是特别没安全感，那段时间又刚好我母亲刚刚去世嘛，状态就特别差，那天他提分手是因为什么？我也知道他很累，所以我也是理解他这一点的。然后他那天下班之后只给我发了一句我下班了，然后就一直不回消息，不管我怎么问，我跟他说我也挺担心你的，毕竟那么晚了，我一直在跟他说，但是他说了一句下班了之后，也没跟我说到家了，也没跟我说睡了，什么都没有讲，一直到了第2天的下午都没有回我，一直到傍晚的时候，他差不多要去上班了，他才回了我几条消息。懂了，其实就是那个时候面临着母亲去世和男朋友提出分手的一个双重打击，是这意思吧？你们分手过几回啊？挺多的，就一直分分合合。我们这时间轴不看了，前面的大概有所了解了。就每次都是你提是吗？对。为啥？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其实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控制我，我的生活中没有自由了，搞得我，哎呀，整个人就是很压抑。那每次是谁提出的复合呢？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现在就是因为他父母生病了嘛，我就跟着他回去，因为我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先休学了嘛。可能就他刚回去吧，就挺多朋友。回哪儿？就回兰州，然后毕竟去外地那么久嘛，挺多朋友都想叫他出去玩。就是我们刚回去第1天，正常情况下，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应该都知道，他带着女朋友回来了，而且那么长时间没回家。那应该陪父母，应该陪女朋友，这些都很正常嘛。但是他回去第1天就有一个异性朋友一直叫他出门，连着叫了好几天。我们那一次吵就是因为说第3天的时候还在叫他，然后那天我们是刚看完演唱会，那个异性朋友又叫他去他家玩，他就把我一个人丢在一个陌生的街道，不管我了。他说的这些东西啊，我在这听的其实也挺可笑的。你在那个朋友前面加一个异性，你就可以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我的朋友了吗？第一啊，我跟他回我老家那边的时候，谈出了这个，算是条件也好，合约也好，就是我希望呢，就是我肯定刚回我那边，有很多的朋友需要我去社交啊、见面啊，因为1-2年毕竟没有见了。他说 OK， 然后我说第2个，你去我那边的话，你肯定这边学业以后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我觉得你不要为了我这么一个人而放弃自己的学业，放弃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有点惋惜。如果你这2点都可以的话，咱们就都 OK。然后他同意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朋友而言，人家连续叫你3天了，你再不去确实是有点面上挂不住。就带着女朋友一起去呗。确实我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我给他说的是什么呢？第1次的话还是不要了，因为我肯定会和他进行的沟通或者说谈话会更多一点，我害怕他在旁边受到冷落，到时候又有情绪，对不对？还得找麻烦。好，这算个解释。我就觉得
感觉没有被重视到，而且特别是他说我戴着有色眼镜看他的异性朋友，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他那个异性朋友很多次凌晨2、3点叫他出去，然后也不能带我去，然后还2个人单独去私人影院。你想想，这种都是一般，要么就是情侣，要么就特别好的朋友，就是那种兄弟啊什么，同性之间去打游戏，这些都能理解。他们2个人单独去私人影院。然后我不理解他的话，就是我无理取闹。因为他已然那样去看待我的异性朋友了，我怎么样去再带他？他们俩见面无非就是争吵。为啥他俩见面会争吵呢？因为他一直看待我的异性朋友像是敌对感。这不就是情敌吗？怎么能是情敌呢？因为我和我那个怎么不是情敌呢？对他来说就是情敌啊。对他而言是这样，对吧？那你要跟他回福建老家了。我第1天给他打电话说出来玩吧，第2天说出来玩吧，第3天说出来玩吧，然后他就把你撂下了，跟我走了，还跟我去私人影院看电影。我说我们俩就是普通的异性朋友，你信吗？我是可以接受的。他跟异性就是没有边界感。行，知道了。然后呢？那段时间他就对我特别的冷落，就是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他不想跟我讲话，就觉得我在压迫他、禁锢他。然后那天真的觉得特别委屈。因为我一个人到这个城市，我什么人都不认识，大半夜的，好像3、4点吧，他跟我说有一个我所知道的一个朋友叫他出去，但是他骗我了。我看到他的消息，其实是一个异性，但我不知道是谁，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撒谎了，他骗我了。然后我就同意他去了嘛。可能因为我状况也不是特别好，我就也想出去走一走、散散心。然后可能因为就是整个人状态不对，出了点意外，腰就是受了点伤嘛，然后就一瘸一拐的自己一个人跑到医院去，然后那个医生就开始在问我，就是说怎么一个人过来这么晚了，怎么这样，就是类似关心的话语嘛，就弄得我特别的委屈。我后面给他打电话是因为就是医生叫我去拍片子，那会儿差不多5、6点吧，打电话他也不接，消息也没回，一直到了那一天中午的时候他才回我消息。我跟他说我希望就是他回来陪陪我，因为我那会儿腰就特别疼嘛。他没有，他说他不回来，他一直到了再隔1天的中午他才回来的。确实有点冷漠。因为什么呢？他平时给我的那种更多的感觉已经不像是女朋友了，更多的像是一种父母能管着你的那种关系了。我感觉这种关系就已经很压抑了，所以我那段时间也是属于我自己的低谷期。我真的不想和他多说一句话，而且那天刚刚好有一个朋友叫我出去，但是出去了之后呢，也就无非见个面、唱个歌的事儿，然后我就回我爸妈家了，不想打开手机看他的那些消息。第2天中午的时候我情绪稍微缓和了一些，也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也立马陪他去了医院了。反正这个解释就解释了吧，你接受就行。他回来之后隔了2天，我们就是稍微聊了一下。我说既然你说你是因为状况不好才这样对我的，那我给你时间。然后他居然提出了说是那我们再过个1、2年吧，过个1、2年，如果还喜欢对方的话再在一起。我觉得那这不就耗我时间嘛？那我怎么知道就是等待你的这1、2年里面你会不会喜欢上别人呢？然后我就说，人这意思不就分手了吗？你这姑娘傻呀！不对，其实我就是想和她分开，然后告诉她，她的生活中不只有我，让她去接受更多的各型各样的人。这恋爱还谈出了教育意义来了，你看。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先回家待个1周嘛，你也要好好冷静，我们都好好冷静。如果我们分开的这一段时间，你觉得你就是想跟我分手，你就过不下去了，那我们就彻底分开，也不要再联系，不要什么1年2年了。然后我说，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能在一块儿的话 ，OK， 那我们就互相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我们就好好在一块，就不要搞这种什么冷暴力什么乱七八糟的了。后面我就回去了之后呢，他可能也是缓和了嘛，然后我又认认真真的聊了1次，然后就觉得就是可能还有爱吧，就还想继续走下去。复合了？对。哎呀，那1周突然想明白了，还是他好吧？其实我就一直希望给他机会，从他身上看到改变，但是一直就是没有。我的天哪，这得多强大的心理，就这么自信。后面我们不是就是也见家长了嘛？见了家长，我感觉我们应该去考虑以后了。您这学不再打算上了，就一修到底了。我没有想好，因为我真的个人状态那会儿就特别的差。好。然后中间就发生了一个挺大的一个矛盾点啊，就是他那个异性朋友又叫他去了嘛，因为已经特别多次了，而且还总是半夜呀什么的。那一天让我
特别忍无可忍。然后呢，我前一天也知道了他们要出去，也看到了地点嘛。结果第二天下了特别大的雨，然后我对象也说了，下这么大的雨，要不改天嘛。但是那个女的就特别强硬，就说，哎，你必须来，大不了我给你报销车费，给我一种就是就算地震了你也得来，你不来就不行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特别难受，很压抑。然后，因为我不是前一天知道了他的那个位置嘛，他去了差不多2-3个小时的时候，我发现我给他那个发去的那个短视频平台的消息，他已读了，但是他没有回我，反而回关了那个女的。然后我就真的一下就是可能情绪有点上头了，我就想到了昨天看到的那个位置，我就打车过去，我要找他，但是他就跟我又提了分手。打车去了？对。去了以后他们在哪儿啊？就在酒吧嘛。你受不了了，你提分手了？对，因为第一啊，这个地点不是我告诉他的，是他偷看到的。第二，不仅是我和我的那个异性朋友在场，还有他的其他朋友都约好了今天的。但是过了差不多2-3个小时左右啊，他给我在手机上发了个消息，他说我到了。我说你到哪儿了？他说到门口了。我说哪的门口？他说酒吧门口。我当时真的特别难以接受这种行为。就提出分手了。对对对。接受了吗？没有接受。就一路拖到现在啊？你对结婚什么态度啊？想结吗？我对结婚其实没有大的态度，我觉得就是首先呢，先把个人的问题、个人的未来规划好了。哥们儿，你就没打算结婚，对不对？想过，但是我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结婚，我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他的一种不负责。就是我爸那边，因为他觉得这是如果结婚的话，这是远嫁嘛，肯定就特别担心我，因为我们家里就我一个女儿嘛，然后他就肯定会比较在乎。他那会儿他刚去见我爸的时候，我爸也有叫一些亲戚来跟我说，就是想好这么远的距离，以后万一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说想好吗？啊。对，然后私底下。不管是我家人那边还是他家的人那边，都无数次的跟我讲过，说要我带着他啊去外地生活，就是我们更好的发展，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也跟他说了无数次，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分析清楚了利弊，我们的未来才能好，你的未来才能好。我也是先跟他说清楚他的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他听了就过了，他从来都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行动。不是，咱分手行不行，姑娘？我可能就是还喜欢，然后依赖感太强了。你是挺想分的，对吧？对。所以男孩就肆无忌惮了，我现在就无所谓了。那你还喜欢他吗？说实话。喜欢。你说不喜欢，但是有点接受不了。你不能这么吊着人家呀。哎，你冷静下来，就今天咱们在这儿一起做你们这个情感复盘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对恋爱谈的没什么劲呢？你觉得，姑娘？我就是觉得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挺委屈的，对他。但是平常一些小细节的时候，我又是能感觉到的，我就自己一直也心里挺拉扯的。你的理智告诉你是要离开他，还是要跟他在一起？理智。好，咱把这个放在一边。还有多久毕业啊？就正常的话，应该是再读1-2年，好像。那为啥不继续呢？因为我就是之前一直有那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嘛。你心理方面什么问题？焦虑嘛，学艺术的压力就特别大，然后所以我就待不下去。后悔吗？其实刚刚问我喜不喜欢，就好比一根香蕉，它坏了某个部位，我还是会选择把坏的地方切掉，继续去吃。就是我现在也是期盼着它能把那些坏的东西去慢慢的变好。你好比一根香蕉，坏了的部位切掉，那我要好比一根香蕉全烂掉了呢？全烂掉，就像今天的结局一样，我是来跟他分手的。对呀，那你直接说我分手嘛？你分手的时候就不能果断一点？我就是不爱你，就是不喜欢你，或者找那么多理由干什么呀？对对对，等于现在这个人是你生活里的光明呗。这个烛光没了，你的烛光也熄了呗，是这意思吧？就肯定会特别差。对，那哪个男孩听到这儿不都吓死了呢？你们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可以很直白的告诉你，这个男孩不喜欢你。我看你真的是，我又可惜，我又可恨，我又觉得可怜，我又有点可爱。你一直在讲说，哎，你们2个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宝贝儿，是你自己独自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没有俩。你自己经历了母亲去世，你自己经历了被抛弃，你自己经历去医院守了1夜，你自己经历被人丢下在陌生的城市，这都是你自己经历的。谁是始作俑者？不知道，不敢说。不敢说是为什么？是因为害怕失去。他曾经应该是喜欢过你的，
但他后来发现你太压抑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男朋友他不像你，你有一颗炙热的心，他的心就是冰山做的，怎么办呢？遇到的人就是这样，经常讲一些非常冠冕堂皇的话，背后都是一些很自私的想法。还有一点，我告诉你啊，他为什么不敢跟你一刀切？他是害怕。你以为他真的是因为还喜欢你啊？他害怕你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他要负责，他不敢说而已。而且他不想做坏人，这种人就是他很伪善。我知道你现在想干什么，你现在就是觉得很累，负重前行，负不动了嘛。那么女生，就是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被你承受了，你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受难心理。甚至你可以因为一个人不喜欢你，你只要他还在你身边，你可以被他压榨，你可以为他做所有的事情，你不要自尊，不要尊严，什么都不要。宝贝儿，你20岁你不去上学，你为了一个男人这里要死要活的，你挺可耻的。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自己没有遇到他之前你努力学习考大学吗？你为了一个人来背叛全世界，真的没必要。生活不是偶像剧，它拯救不了你的英雄主义，你的圣母情节都不要放在这个男人身上，他跟你演不了这出戏。赶紧回去上学，我告诉你，你要选他，这辈子你一无所有；你要选择现在回去上学，你什么都会有，好吧？我想说的是，靠谁也靠不住，靠墙墙都倒，靠人更不可靠。我们这一生能靠得上的只有自己。能点亮我们自己的只有自己心中的那盏光。姑娘，你有没有发现你很有能量？福建姑娘才20岁啊，你能从北京读书来到兰州投奔一个不靠谱的人，你内心的力量有多大？你现在还打工赚钱，好有力量的一个姑娘啊！你把那劲儿留着，把自己心里那盏烛火点得更亮，难道不好吗？你想让自己的心理疾病也好，生理疾病也好，能够有疗愈，一方面吃药，另一方面真的需要你自己去疗愈，找心理医生或者自我强大起来。所以首先要做的一点是，把那个吹灭你蜡烛的人赶紧戒掉，先去关注你自己的内心，先去把自己的学业完成了，先去多和你的父亲在一起，真正爱你的人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情感的支持，而不是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拼命的想让他来温暖你。我特别希望你能重新快乐健康起来。男生，我觉得你可真行啊，你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不拒绝也不负责，你这叫男人应该有的风采。一个20岁的小姑娘千山万水的来兰州了，你说你得弄清楚，你来不是为我啊，我可不负这责任啊。这是一个男人说出来的话吗？1.9米顶天立地的男儿说出来的话吗？你不能那么大言不惭地说我和这异性朋友没啥呀，我们俩去私人影院咋了？我的天呀，孤男寡女2个人去私人影院，你还好意思说我没啥？你让别人听听，一个有女朋友的人，一个女朋友千山万水来到自己身边投奔自己的一个男朋友，好意思晚上3、4点跟一个女的出去喝酒聊天，还说没啥呀？女朋友气不过过来找你，你还当下你气不过要和人分手啊？这得多大的脸啊！你要这样，你一辈子也娶不着媳妇。所以咱既然说了自己是个男子汉，该负的责任是什么？对不起，我承担不了你的这份情感，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我感谢你来找我，但我能力有限，我对不起你。希望你以后能遇到一个真的爱你的人，能够为你负责的人。我不够成熟，你真诚地跟他表达你对他情感现在的缺失和你负不了这份责任的忏悔，结束，这叫负责。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段虐恋真的该收场了。姑娘赶紧回去读书啊，你爸供你读书也是对你的一份爱，你去接受这些正向的爱和支持，而不是一个冷漠的男生对你的不尊重。就这样吗？女生啊，缺爱的人能得到爱吗？因为他太渴望得到爱了，而把自己摆在了弱势的地位。你为什么时时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儿？你几次在舞台上说我状态不好，其实你是希望得到对方对你的爱。
对你的宽容，对你的疼。但是如果遇到一个不珍惜这段爱、不值得你如此付出自己柔软的人来说，你会得到的是伤害，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关注你，不愿意去关心你，他根本不愿意做你的光。可能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感，但慢慢他觉得累了，因为这份爱很沉重，你给的太重了，你顶得太紧，他没有这个力量接住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在被你伤害，能够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刚才杨老师说的很好，你是很有力量的，靠自己去规划一个健康成长的路，从学习到慢慢跟自己和解。男生啊，你其实挺累的，你接不住他那就走，明明白白的说，别拖着，否则你就不善良，你再伤害他，果断一些吧，分手吧，就这样。男生他是不是跟你说过，我现在状态不好，你再陪我1-2年，等我状态好了之后？对，说过很多次吧，也因为此而复合了很多次吧。不要再纠缠在这个事情里面了，转身走吧，干脆一点啊！你救不了他，你也帮不了他，你确实不喜欢他，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对抗自己内心的那份羞愧感，又没有办法去对抗他跟你之间的纠缠啊，时间越拖越长，责任越来越大，你也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赶紧走吧，你救不了他，你也帮不了他。姑娘，我跟你讲点重要的东西，你大脑里面做出的决定基本上都是错的。你大脑说我要休学是错的，你大脑说我不想运动，我要待着也是错的，你大脑说我就喜欢这个男人，我就想跟他在一起也是错的。它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你的整个认知被抑郁这个东西，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重感冒吧。我那天做调研的时候，我身边一个中科大的专家，他孩子就是因为抑郁休学了，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该怎么办。后来我跟他说，首先第一个，休学永远不是对抗抑郁的方法，只有在你急性爆发期的时候允许休学，否则是不允许休学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如果休学，孩子永远不能在家里面待着看手机，也不能让孩子想干嘛干嘛。就你作为父亲和母亲，如果你允许孩子休学，你至少出一个人陪着孩子全国去旅行。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做爹妈的，我孩子这个怎么样了，然后让他在家待着吧，待着永远不会好，必须要走出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知道你为什么和他一直在分分合合，不是因为有多爱，而是因为你需要肾上腺素。你在和他的分手，我要把他追回来，我为他纠结，我为他拧巴，然后我要把他追回来。那个过程里面，你分泌了大量的神经递质，这个神经递质是正好你对抗抑郁所需要的。是他和不是他其实不重要，甚至于你去找一个工作，你找一个你特别想做的事儿，你甚至你说我要去玩极限运动都可以。我建议你出去玩，你回去读书当然更好，因为你不能脱离人际关系。其实你要我现在给你的建议，最好的建议是什么？最好的建议是，第一，今天你主动跟他分手，我觉得你做不到，你就算不出来，我觉得你也做不到，就让他干干脆脆跟你分手，然后你回去，你听我说，你回去15天住院，15天院住完出来之后，你可以找一份工作，你可以出去玩极限运动，你可以让你朋友陪着你出去旅行，或者你可以回到学校里面，你拼命考试去考一个什么证都可以。只要你接下来时间你拼命去做一些事儿，再配合吃药，你这一段最艰难的时间是可以过去的。如果你心理上面有问题的话，你的依恋物一定不能是某一个男人。我这句话一点都不极端，为什么？因为男人今天可以爱你，明天可以不爱你，你可以抓你的父亲，你甚至可以抓你的朋友、闺蜜，都可以。千万不要去抓某一个男人，男人永远成不了你治疗心理问题上的依恋物，好吧？就这样啊。好，谢谢陆琪老师啊！有需要陆琪老师帮忙的观众朋友，非常简单，可以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啊。爱宝的老粉丝和一些新粉丝还会得到陆琪老师送出的免费的课程。在情感面前，你得果断，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你得学会自救，姑娘，不要沉溺在一段感情当中，就出不来了。今天你可以不走，但是我特别希望你别出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呢，我又好好听了老师们的发言，然后我自己又好好想了想，我希望的还是和你走下去，但是我希望你真的能改变一下，就像我所说的那根香蕉一样。就是虽然说是这样的情况你也知道，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把那些压力我没有带给过你，不管是就是说我们双方父母跟我说的那一些，还是我自身个人的那一些，我从来都没有说是带给过你。我也是希望就是说我能够自己去把这些调节好，然后以一个特别好的状态，我们能够好好的走下去。我都慌了，你知道吗？行，我们挺佩服的，挺佩服的。好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吧。来吧，文老师，他们还能在一起吗？他们会出来吗？我真的想跟女生说，这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可以甩他的机会。肯定是双出，但是我觉得这个恋爱关系太不健康了。好，会不会男生不出？路都自己选的嘛，双出吧。行吧，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是不是我们都肤浅了？这大概才是爱情。不，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人家不是说死去活来的才叫爱吗？这不是恰恰验证了死去活来吗？啊，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行，请亮灯。请回两位，谢谢。请回。我录了10几年的节目啊，就是第一次一对牵手而走的人，我不愿意送祝福。哎，他俩走的时候好像不熟的样子，你看。我没法送出祝福，我就希望他们开心健康吧。再一次感谢4位老师今天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